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熟悉的播客节目。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坐下来，泡一杯茶，聊聊现代生活中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。我是景川，坐在我对面的依然是那个非常理智、非常冷静的林之夏。景川你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听你这么长的开场白，我有一种预感，你今天是不是又带着满肚子的心事，或者说是一肚子的委屈来到录音棚了吧？准确地说，真的是一肚子的委屈啊，之夏。我问你哦，昨天周末你在做什么？我吗？我去逛街了，买了几本书，然后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饭，非常安静平和。而我却经历了世界上最严酷的耐心测试。昨天，我和一个朋友去吃四川火锅，火锅刚端上来，红红的汤底沸腾着，冒着热气，带着花椒和辣椒的香味。旁边是一盘非常新鲜的和牛牛肉。我刚咽了一下口水，拿起筷子准备涮肉，我朋友就大喊一声：“停，放下筷子，让我先拍张照。”然后呢？你千万别告诉我，你真的就举着筷子停在半空中，无奈地当了他照片的模特吧？可不是嘛，他开始站起来，坐下去，把那盘牛肉转了360度，就为了找一个完美角度。然后拿出手机，打开闪光灯，换了无数个滤镜。惨的是那个店的设计风格比较朦胧，有点暗，所以他怎么拍都不满意。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？整整15分钟。15分钟？就为了拍一个火锅？没错，这15分钟里，火锅的汤都烧干了一点，而我的饥饿感达到了顶点，肚子一直在叫。等到终于接到开吃的命令时，牛肉涮下去已经失去了最软嫩、最好吃的口感了，真的很生气。吃一顿火锅，感觉就像去当广告演员一样累。可怜的景川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的故事其实就是现在大多数餐桌的缩影。你去各种餐馆转一圈看看，从路边摊到高级餐厅，菜刚端上来，大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拿纸巾擦筷子，也不是尝尝汤合不合胃口，而是统一把手机掏出来。大家开玩笑说，这叫手机必须先吃综合征。可是为什么呢？我真的不明白。食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吃进肚子里，让舌头去享受味道的呀。为什么我们要把手机的镜头放在我们饿得咕咕叫的胃前面呢？有很多原因的。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现在的餐饮业把食物做得太漂亮了，一盘刺身被装饰得像一幅微缩风景画，或者一杯饮料的雕花非常精致。当面对美的时候，人类的本能就是想要把它保存下来。那个时候拍的照片，就像是对厨师用心制作的一种无声的赞美。这一点我承认。有时候食物或者饮料做得太美，连我都会觉得，如果直接插上吸管破坏掉，挺可惜的。但是拍张照片留念是很快的，几秒钟就好了。可是很多人做得太过了，甚至有些人去吃饭，根本不是因为食物好吃，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拍照好看。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最近出现了很多被称为打塔地的咖啡馆和餐厅？老板投资了很多钱来装修空间，灯光打得非常专业，椅子是欧洲风格的，每个角落看起来都像摄影框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来了，
上周我去了一家在网上非常火的地中海风格的咖啡馆，大家排着长队进去拍照。我也点了一块他们店的招牌蛋糕，蛋糕做成了玫瑰花的形状，漂亮极了。但是你知道咬下去的时候怎么样吗？怎么了？你千万别说特别好吃啊！好吃什么呀？它硬邦邦的，甜得发怒，味道简直就像在以一块磨了糖的纸板一样。饮料呢，也是淡淡的，全是化学糖浆的味道。可是旁边那桌的女孩们还是很开心的，端起那盘蛋糕，摆使势拍了上百张照片。拍完之后，那盘蛋糕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在了那里。他们只需要照片，不需要那个蛋糕。这正是核心问题所在，景川。留住记忆和虚荣病之间的界限真的非常模糊。当拍照不再是为了赞美食物，而是为了在社交网络上向别人证明，你们看，我的周末非常棒，我正在这家高级餐厅吃饭，我的生活很有品味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被操纵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正在借用那盘食物来在社交网络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外壳吗？没错，很多人患有错失恐惧症，看到朋友们周末餐厅或者网红咖啡馆打卡，他们也必须要有照片发到网上，以免自己显得落后。他们发了一满桌的食物照片，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数一数，那张照片得到了多少个赞，多少条赞美的评论。结果是，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吃，而是吃给网上的人看。我看到很多人去吃刨冰，明明应该马上吃，以免融化，但是他们不，非要拍淋糖浆的视频，要拍各个角度，直到冰化成了一碗稀巴烂的糖水，才开始用勺子舀着吃。吃起来味道差极了，但是发在网上的照片却闪闪发光。于是他们就自己骗自己，觉得那顿饭真的很好吃。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交换。我们花了真正的钱、真正的时间去买真实的体验，食物的香味、汤底的热度、餐厅里温暖的气氛。但是最后，我们却亲手把这些美妙的体验扔掉了，只是为了换取手机屏幕上那几个虚拟的赞。你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比食物变凉更可怕的后果，那就是坐在餐桌旁的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凉。昨天，当我朋友沉迷于调整四川火锅的照片颜色时，我坐在对面，手里拿着筷子，眼睛盯着火锅，谁也没有跟谁说一句话。明明是约出来吃饭聊天的，最后却变成了一场勉强的摄影创作。我非常理解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就是自己还没有朋友的手机重要。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去一家家庭餐厅吃饭，我看到旁边有一桌有4个人，爸爸妈妈和2个孩子。菜刚端上来，妈妈就忙着拍照打卡，爸爸一边夹菜一边滑动手机看股票价格，而那2个孩子呢，每人抱着一个平板电脑，眼睛紧紧盯着动画片。4个人坐在同一桌吃饭，但是心思却漂流在4个不同的虚拟世界里。没错，从古至今，吃饭永远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神圣时刻。分享的意义在于，我们一起品尝一块美味的肉，一起点头称赞今天的汤很浓郁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在辛苦工作1周后，看着彼此的眼睛聊天。手机插在中间，打破了这种联系，把我们变成了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的陌生人。你描绘的画面太真实了。那么之下，
难道我们要绝对禁止拍美食吗？这样的话，社交网络就太无聊了，因为美食也是传播文化的一种好方法嘛。我偶尔也是想炫耀一下一家好吃的餐厅，推荐给大家的。当然不是禁止啦，科技诞生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吗？我自己偶尔看到一杯拉花很漂亮的拿铁咖啡，我也会拍的。但是我总是强迫自己应用一个东西，叫做30秒法则。哇，30秒法则，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军事战术啊。具体是怎么样的？非常简单，但是需要纪律。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，你最多有30秒的时间来拍照。拿起手机，找准一个最顺眼的角度，最自然的光线，咔嚓拍上2-3张，搞定。马上把手机放进口袋里，或者把手机扣在桌子上。等等，那不调色吗？不加文字，不马上发到 Facebook 动态或者 Instagram 上吗？绝对不行。修整照片，写长长的状态，或者坐在那里回复评论，请把这些留到吃完饭以后，在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，或者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再做。而在那个时刻，你唯一的任务是吃。食物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端上来的时候，你必须用整个味觉、嗅觉去享受它，而不是用摄像头的视觉。太棒了！30秒对于拍一张留念照片来说已经足够了，食物还能保持着热腾腾的状态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坐在对面的朋友会觉得他们受到了尊重，没有因为屏幕而被冷落。此外，我还有一招绝技，专门对付那些严重沉迷手机的朋友群体。下次去吃火锅，你试着邀请朋友们玩叠手机的游戏看看。那个游戏怎么玩？当大家都坐在桌子旁时，所有人都必须关掉铃声，把所有的手机扣过来叠放在桌子中间。在整个吃饭过程中，不管有什么短信或者通知，谁是第一个忍不住拿出手机来看的人，那个人就必须为这顿饭买单。哈哈哈，这招真的太狠了，一牵扯到钱，大家就都害怕了。但是必须承认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可以强迫我们把视线离开屏幕，开始互相聊天。我下周末一定要试试这个游戏。你看，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强硬手段，把彼此拉回现实。归根结底，最真实、最美好的生活就正在你眼前发生，在冒着热气的盘子里，在蹦杯的清脆声音里，在坐在对面的你所爱的人的笑容和声音里。千万别让毫无感情的手机镜头吃掉了生活中最美味的部分。社交网络可以等，那些虚拟的赞可以以后再数，但是此时此刻，一旦过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总结得非常好，感谢大家抽出时间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聊天。记住哦，下次走进餐厅，请在拿起手机之前，先拿起你们的筷子，让你们的灵魂和味蕾得到最完美的享受吧。没错，祝大家都能和爱的人一起享用美味、完美且充满欢笑的大餐。如果你们曾经和那些拍照成瘾的朋友有过任何哭笑不得的经历，别忘了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哦。那么现在再见啦，我们下期播客节目见，拜拜。